Hello， 我是薛06，今天要跟各位同学们分享的是如何在修改文字的同时，外观笔画也一起自动修改呢？那我们先将画面移到我们的荧幕上面去。通常我们要将文字设计有文字笔画的时候呢，我们会很习惯在工具列里面选择笔画，然后进行填色。但是这个我有个问题，就是你看里面的字会被内缩，会变得非常的细。那这时候有些同学们会选择另外一种，直接复制两个文字，一个文字我们用笔画来当外观，一个文字保持它的填色，然后将两个物件重叠。但是这个有个问题，如果你今天想要修改文字的时候，后面物件的部分不会跟着修改。那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方法呢，就是使用位移复制，文字本身的粗细不会更改到，而且你还可以自由的修改文字。那关于这个效果如何做出来的呢？首先你将滑鼠移到文字工具，点选空白处输入你要输入的文字。输入完毕以后，你可以将文字的字形先调整好。文字的颜色部分你也可以先选好，将滑鼠移到视窗，点选外观，将滑鼠移到下面，选择新增填色，它会出现填色这个选项。这时候你可以看到你的物件变成黑色了，它是根据你的填色去做改变。那这个填色部分呢，你就把它想象它是笔画。那我先随便选一个颜色，我选择橘色。这时候要利用图层的观念，填色的部分要在字源的下面，字源就是我第一次修改的红色。那我们将填色这部分按下滑鼠左键，用拖移的方式拖到字源下面。这时候回到我刚刚的红色了。然后下个步骤呢，将滑鼠点到填色。当你选择填色的时候，这个选项会反白。我示范其他给你们看。确定点选好填色的选项以后，我们将滑鼠移到上面的效果，选择路径，位移复制，点下去以后，浴室的部分打开，外观的橘色就是我刚刚填色的橘色。那数字越大会越粗，数字越小会越细，你可以看你想要粗细。那转角部分你可以选择你要尖角还是圆角。那选择完毕以后，当你确定这是你要的，按下确定。那现在有个问题，我觉得外观的颜色我好像不是很满意耶。没关系，这时候记得也是一样使用黑色箭头点选物件。点选物件以后，工具列这里的填色会出现橘色的颜色，这时候你就可以修改你要的颜色。假设这个粉红色是我需要的颜色，那现在第二个问题来了，我想要修改里面红色文字的颜色，我要如何修改呢？一样是使用黑色的箭头，点选物件2下。当你点选2下以后，会出现这个文字的游标。填色的部分呢，已经改成原本的红色咯。你可以全部颜色都修改，或者是针对一个颜色进行修改。如果你今天想要修改里面的文字或者新增的话，一样使用黑色箭头，点选物件，点选2下。当出现文字的游标以后，你就可以更改你要打的文字，或者是你要删减，通通都是可以的哦。那今天的简单分享就到这里。那喜欢的影片，记得把影片分享出去，记得订阅频道，开启小铃铛。我们下个课程见哦，拜拜。